兄弟姐妹们，饭也吃一会儿了，让我们请徐总讲两句。好，那我就代表严一方跟大家说两句。其实这一路走来真的挺不容易的，有多难，我们自己心里很清楚。所以严一方能到今天，荣耀是属于在座的每一个人，谢谢你们。还有一个，我想要第一个感谢一个人。我想谢谢他在我们严一方最低谷的时候给我们底气，给我们力量。谢谢你，蒋亮总，严一方第一个投资人，谢谢你，谢谢你，亮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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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远航继续投资，投资金翻倍。未来的日子，我和严一方同进同退，同舟共济。还有，酒过3巡之后，咱们有抽奖活动，奖金没有上限。干杯！辛苦大家！有奖金。怎么说事？西班牙著名设计师伊文看了咱们严一方这一次在青蓝杯的表现，特别感兴趣。他助理联系我了，说过2天想跟你见个面。这好吃，这个好吃。哎，那个是什么？好不好吃啊？给我来一个。我一会儿再告诉他们。那我们要准备什么？样品资料都备好就行了。我觉得我们为了表达诚意，你可能要学一点西班牙语。这是一定的。回去找一个老师。哎，不用那么麻烦，我教你就好，就很简单。你好，谢谢，认识你是我的荣幸。比如你好 ，HOLA。后来。胜利的味道吗？欧了。欧了。这么大一个，你都能吃得了？这个可以，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聊工作这么嗨吗？应该是后面的工作聊得很顺利。聊工作顺利。好。认识你是我的荣幸。Isu nana guna fia。Isu nana guna fia。Isu那。你舌头是卷不起来是吧？你舌头卷不起来。这就过分了。妹夫，控制，冷静，别冲动啊！我来想办法。Isu nana guna fia。可以。Isu nana guna fia。我明白啊。那到时候麻烦你把他们行程什么的都发给我。梁总，来，我来敬你一杯来。哎呀，谢谢你一直跟我们合作，还帮了这么多的忙，谢谢你，真的。没事，以后我也算是咱严一方的人了。你要有什么需要的话，你尽管跟我说好吧。没问题，谢谢你。先干。林总，敬你。商场免单的事儿，还算数吗？还算数吗？算。谢谢沈总，那我们随时去啊。整个方案都还是蛮不错的。那玲玲和你的好事我们都等着了啊。放心，谢谢。
赵露思新剧开播就登上热搜，刚出场，她将自己伪造成名媛千金的人设，为了能够成功嫁入豪门，不惜雇人伪装自己的父母。资料上个星期就已经给到过了，我希望二位能够熟背。您的专业是 Environment Build。来沈家前，许妍专门对两人进行了训练，不仅在穿衣打扮上多加注意，还有喷的香水都准备妥当，为的就是不让沈家父母看出破绽。他将自己打造成千金名媛，父亲是国外知名大学教授，自己则是刚从国外回来。这些话表面上看似没有破绽，可身在豪门的沈家父母也不是善茬。沈母端起茶杯微微一笑，因为她不相信许妍真是出身名门，于是她开始了自己第一轮测试。这所大学我去年去参观调研过，校内食堂很糟糕，都是白人餐。校外 Marshall Street 都是有家中餐馆，北京烤鸭非常地道。你们去吃过吗？此话一出，许妍丝毫不紧张，因为她早已做好准备。为了迎接这场见面，她还不惜带着两人出国实地考察，而效果也是极好。女人应付自如，直接说出了那家饭馆的名称，还指出了沈母话中的试探。那家是川菜馆，没有北京烤鸭的，招牌菜呢是麻婆豆腐。可尽管如此，沈母还是不敢随意相信，因为这些信息随便查一下就能得到。接着他询问许妍父亲的工作，质问为什么自己上次去学校的时候没有看到他这个所谓的教授，而且在网上也查不到他的信息。许妍父亲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赶忙看向许妍。一旁的许妍丝毫不慌的答复，父亲平时是不授课的，只是担任校内研究所的研究员，所以可能国内的百度上确实查不到。说着又拿出自己假造的简历，更是拿出提前准备的许多著作，而书上的签名也是许妍提前找原作者签名，让假父亲练了许多遍。而这个原作者的女儿是他的大学同学，人家也正好在这个大学的研究所工作，这个名字也是顶用了人家的身份。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和沈浩明恋爱后，第一次来到沈家就被沈母的朋友来了个下马威。我们家布丁啊，就是个傻狗，除了长得好看，啥也不是。还行啊，挺聪明的哈。来，就连沈家的下人也对他冷眼相待，因为他看起来就不像有钱人家的小姐。你跟在这里面进进出出的夫人小姐们不太一样。哪里不一样？你的头发有点干枯毛躁。沈母觉得儿子配对的应该是豪门千金，而不是这样的小门小户的女孩，便对许妍百般挑剔，甚至将她当成下人使唤。我在会所点了几个菜，一会儿做好之后你去取，一会儿啊把餐取回来之后就交给阿姨。你先回去吧，我会告诉浩明的。离开前，沈母特意约许妍周六见。很快两人第二次见面，许妍为了这次见面精心准备，她听从了保姆的话，还给自己的头发做了高级回礼。可沈母却不是一个人来的，为了让许妍知难而退，她叫来了许多女孩。这些女孩不仅年轻漂亮，还各个家族背景强大，不是金融投行就是国际精英律师，这些人都能在各个方向帮助沈浩明。等所有人走后，沈母也开门见山地说出了自己看法。从上次开始，沈母一直都在观察许妍，便认定她的家庭一点不好。许小姐，你的问题就是太会隐忍。刚才这几个女孩子身上都有一种看淡一切的松弛感。沈母就是要逼走许妍，因为她的儿子就要听从她的安排，迎娶能帮助他们沈家的人。本以为她的举动能逼走许妍，却没想到许妍为了嫁入豪门，竟开始捏造自己的人生。Syracuse University 是我父母在国外任职的学校，这也就有了刚开始许妍雇人假扮父母的事。而这不是她第一次说谎。许妍的出生并不被父母期待，她刚出生就患上了先天性心脏病，父亲不想要她，是外婆将她救下，但她渴望一个美好的家庭，便在作文里虚构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后来她还将自己的姓改成了和外婆的一样。18岁的我改了名字，从乔妍成为许妍，跟姥姥姓。我想做的只有一件事，让姥姥过上好日子。因餐桌上的一个小举动，女人便察觉到未来儿媳在说谎。他们是你的亲生父母吗？感觉你跟父母之间不太熟，作为母亲连自己的女儿不吃鸡蛋都不知道呢。虽然许妍对于父母的回答天衣无缝，但沈母一直都对她的身份抱有怀疑的心态。于是在饭桌上，她一直都在观察许妍一家，试图在他们身上看出一些破绽。很快她发现许妍的母亲不停地给许妍加鸡蛋吃，可许妍却纹丝不动，很明显是不能吃鸡蛋的。有的事情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我要听实话。这番话说的许妍差点招架不住，但她很快就有了对策。先是对沈母说对不起，说自己说谎了，表示自己从小是跟姥姥在一起生活，父母为了前程抛下她很早就出国工作了，所以自己基本没怎么见过他们。接着她对沈母打起感情牌，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说自己从来都没有感受过父爱和母爱。如果这次不是因为浩明，不是因为要结婚，我想我根本不会联系他。
其实许岩在这里也算是说了真话，她从小确实跟姥姥一起生活，父母将她生下就不管不顾，只将姐姐带在身边。但6岁的时候，姥姥为了让她能有学上，坚持让女儿把她带了回去。许岩本以为回到家里会得到父母的疼爱，可到了才发现，在这个家里她仿佛是个外人，父母只疼爱姐姐，他们还嫌弃自己是个累赘。本以为只要好好学习，拿到好的成绩，就会得到父母的疼爱。可在上高中的时候，因为家里没有钱，父亲为了能让姐姐考大学，还特意到学校不让她再继续读下去。你凭什么不让我参加高考？我正在跟你的老师谈话。你凭什么不让我参加高考？凭我是你爸，凭我是一家之主。任凭许岩怎么哀求，父亲就是无动于衷，还一个劲地说家里穷，让许岩懂点事。可许岩却不明白，明明自己和姐姐都是他们的孩子，为什么姐姐就能考大学，能得到他们全部的宠爱？为什么你们从小到大对我这么偏心啊？为什么好的都要人给小李？我难道不是你们亲生的吗？我究竟是什么坏孩子？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吗？怎料父亲听完后，非但没有感到愧疚，反而觉得许岩不孝顺，恼羞成怒下直接打了他一巴掌。这一巴掌彻底将许岩的幻想破灭，他不再期待父母的爱。好在家里还有姥姥陪着他，他哭着跑回家，不停地拍着门呼喊着姥姥。来了来了。许岩抱着姥姥，发誓一定要让她过上好日子。自此后，许岩一边读书一边打工兼职，毕业后顺利进入了一家电视台当策划，但他的目的是当一名主持人，奈何没有人脉，只能一步一步往上爬。而没有背景的他成为主播的发泄筒，为了保住工作，许岩只能忍气吞声。但很快事情就迎来了转机，在一次采访中，他结识了一名超级富二代沈浩明，男人帅气多金又体贴温柔，见他很冷，直接关掉了空调，宁愿自己热得脱衣服也没有一句怨言。会议结束后，许岩因为发烧直接晕倒了，沈浩明赶忙将他接住。等许岩醒来后，看见了自己手上的卡通创可贴，心里顿时暖暖的。这是许岩除了姥姥以后第一个对他有善意的人，所以不免对眼前的男人产生了别样的感情。刚才护士拔针之后，我怕你继续流血，所以帮你贴了创可贴。经历过这次后，两人接触久了就慢慢在一起了。沈浩明更是带着他回家见父母，可沈母却对他不满意，处处刁难他。而为了嫁入豪门，许岩不得不捏造身份，将自己打造成白富美。可身在豪门的沈母对许岩的身份很是怀疑。一顿饭后，他开门见山地询问许岩。许岩见状，为了圆谎开始卖惨，而他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只有眼前的父母和身份是假的。他的卖惨也成功打破了沈母的怀疑。跟我一样父母的难处。还花费了好几个月的工资，好不容易买了一条名牌围巾送给未来婆婆，怎料婆婆连看都没有看一眼，还纵容自己的好姐妹羞辱她。许小姐，你搞错了，你未来婆婆平时喜欢的基本上都是纯色款。马总啊，如果他平时都没怎么留意过，又怎么会知道呢？哎呀，那就要注意呀，要不然将来还是会出洋相的。听完这些话的沈母更是没有理会许岩，直接跑过去跟狗一起玩。此刻的许岩站在这里无比的尴尬，好像自己连这些狗都不如。自从许岩和沈浩明相恋后，第一次感受到了被坚定的选择和爱。但身在名利场，她不仅想要借助男友跨越阶层，还想跟男友有一个未来。她的原生家庭并不好，父母疼爱姐姐，对她弃之不顾。她也想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所以她花费很多心思来讨好未来婆婆，不仅捏造名媛千金人设，还卖惨以此来获得沈母的信任。可沈母打心眼里对许岩的身份有所怀疑，便通过各种办法小心试探着她，想要查出破绽。可每次都被许岩巧妙化解，让她觉得许岩这个女孩子十分聪明，很难对付。这天她正在跟朋友们一起遛狗，许岩过来后，她就开始端着架子什么也没有说，让自己的朋友们将许岩羞辱了一番，接着就去逗狗，将许岩独自晾在一旁。我觉得这个女孩各方面品味都不行，你再考虑考虑，别急着结婚期。而许岩第一次买奢侈品就被嘲笑，对此很是无奈。于是他趁和保姆出去买菜，问问他沈家人的爱好，迫切想要从中获取一些信息。可保姆因为上次和他说话被沈母发现，早就被叮嘱过，什么事情都不敢跟许岩说。但这一趟他也没有白来，在保姆口中得知，沈浩明之前交过好多女友，但都因为沈母不满意，再加上他那些好姐妹在背后出招，就把这些女孩通通赶走了。许岩一听瞬间明白，要想攻略未来婆婆，就要先融入她这些好姐妹的圈子里。自此后，许岩便开始对这些豪门阔太们马首是瞻。他们在打球，自己就在旁边捡球跑得很欢，根本不知道人家正坐在一旁讨论他。我看这姑娘不显山不漏水的，还挺有成绩。虽然许岩没有融入到他们的圈子里，但他这趟也没有白来。他发现沈母一直都是大家吹捧着的对象，直到曲总的到来，
她的闺蜜们看见曲总后瞬间一拥而上。虽然神母表面上伪装得很好，丝毫没有变化，但她还是能感受到她很不开心。于是她立马想到了办法，为了能搭讪到曲总，她做了许多攻略，发现曲总对昆曲十分喜欢，尤其是水袖。她来到昆曲培训班，看到曲总很是卖力地跟着教练练习水袖，刚好她小时候也学过一些基础，便想着借这个机会报一个班，专门学习水袖。而她上来也直奔主题，只学习水袖这一种。可不可以直接教我水袖、水袖花？哪怕是不吃不睡，多长的时间能练好？最快也得1个月。自此后，许岩很是努力，在教室练习，在家里练习，工作的时候也在练习。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的努力终于被曲总看见。曲总看到这个小姑娘练得很刻苦，而且零基础就很好，忍不住想邀请许岩来参加自己举办的昆曲大赛，还向她请教水袖花的技巧。随着2人相处逐渐熟络，许岩也偷听到她最想要的资源，那就是莱茵国际学校的入学名额。她灵机一动，找到神母的闺蜜美玲姐帮忙，因为美玲姐有莱茵校董的人脉，而她的丈夫也需要曲总丈夫的投资，所以她建议美玲姐带着校董来参加自己的节目，她则跟曲总牵桥搭线。一切准备就绪后，许岩又找到曲总邀请她参加，告诉她这档节目不仅莱茵校董会去，自己还给她量身定制了昆曲环节，这让曲总很是心动。节目开始后，许岩更是利用节目环节帮助3个各需所需的人建立关系，而这档节目播出后效果也是极好，收视率一路飙升，许岩也拿到自己梦寐以求的主持人位子，而她更是将利益最大化，来到沈家给足神母面子，给她的好闺蜜们名额上节目，并且将这些好的事情都推给神母。神母听完后很是受用，觉得许岩很是有格局，第一次让她坐到自己身边。会办事的人不少，有格局的不多。想要抓住每一次翻盘的机会，就永远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不过就是拿你有的换你要的。许岩，我以前怎么不知道你这么有野心有手段？我能挖独家，能做全链条，有专业能力，我凭什么不争不抢？我从来不觉得有野心有手段是句坏话，就当你在夸我吧。原来许岩通过策划的家宴节目，收视率一路飙升，不仅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主持人位子，还不用看电台一姐的脸色。可对方却很不服气，认定许岩就是靠富2代男友才有的今天，甚至以前辈的身份提前来抢许岩的化妆时间。许岩不想为难化妆师，便让她先化妆，可孙思维却不依不饶，嘲讽许岩就录了一次节目，就以为能和自己平起平坐了。许岩听完后并没有生气，而是拿出自己的成绩，表示不仅仅是这个节目，还有其他节目邀请他，而且自己的节目播的时候平均收视率是4，孙思维的却是1，谁有实力这不是很明显？孙思维听完后瞬间破防，嘲讽许岩要不是绑上了个富2代男友，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收视率？还造谣许岩的策划案是不是都是男朋友买的？但许岩丝毫没有生气，而是微笑着对了回去，气得孙思维直接摔了化妆刷。可他明明记得许岩刚来公司的时候，家里只有一个姥姥，什么时候有一对父母在国外，还成了高知家庭。小助理觉得许岩有没有可能是富家千金隐瞒身份，勤工俭学体验生活，毕竟她要嫁的还是建筑业的太子爷，身份肯定是经过调查的。但即使这样，孙思维还是对许岩的身世抱有怀疑。另一边沈浩明来接许岩，许岩很是高兴，还让他帮自己选一下下一次节目的菜系。而沈浩明为了庆祝他成为主持人，特意挑选了一串珍珠项链给他戴上，但许岩却表示自己最想做的就是新闻主持。沈浩明听完后鼓励他，既然想要就努力去做。可许岩深知自己跟男友的出身不同，他根本不会体会到自己一路的艰辛。新闻主播竞争是很激烈的，更别说我这种从来没有播过新闻的人，难上加难的。对于别人或许很难，但对于你，我一直对你很有信心。我总觉得你可以把不可能化为可能。两人现在看似幸福，但许岩内心却无比纠结。如果男友知道自己的身份后，还会不会像现在这样对自己？隔天，许岩来到沈家，无意间在电视上看到自己的亲生父亲，瞬间就起了生理反应。但为了不让沈家人看出异样，他只能强忍着内心的不适。这时，沈父询问他知不知山西的大云县，许岩直截了当的承认，并且说自己姥姥就是那里的人。现在大云县发展的非常不错了，是的，变化挺大的。另一边，乔家父母在县城里开着一家理发店，在他们眼里，许岩在比乔林优秀，依旧偏心乔林。我记得小的那个去上班了，你说有什么用？平时连个电话也没有，就逢年过节啊发一条信息。还是我们家琳琳好，安安心心的待在父母身边，那才是我们的小棉袄。与此同时，乔林在上班的时候被骚扰，
他忍无可忍，直接回击了过去，没想到反被对方倒打一耙，被抓到了警察局。最后还是男友将她接了回去，可回去后非但没有得到安慰，反而被男友父母一个劲的指责，觉得这件事闹到警局很是丢人，认为他就是个惹事精配不上自己的儿子，根本不给乔琳说话的机会。而乔琳的男友也是个窝囊的，两人在商量婚事的时候，男友一切听父亲的，将婚礼的花费细节全部都报给他，就连收的礼金不跟自己商量，都要悉数交给父母，甚至面对母亲对乔琳的诋毁也一句话也不说。此刻的乔琳再也忍不了，终于说出了自己想要说的话。阿姨，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你别在这阴阳怪气的行吗？我阴阳怪气的？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家，成天横冲直撞的，怎么什么事都不过你大脑啊？今天的事情明明是乔琳受了委屈，可男友父母却一个劲的怪她，担心这件事会影响到男友的事业。夫妻俩的嘴根本就像机关枪一样，嘟嘟嘟的说个不停，让乔琳根本没有一个缓和的余地。乔琳看了看窝囊的男友，终于忍不住选择分手不结婚。可乔家父母得知后，嘴里边都是说男友是银行工作，要多好有多好，根本没有顾虑过他愿不愿意。于是乔琳决定离开这个家，去大城市找妹妹许妍。妍妍，乔妍。为了成功嫁入豪门，穷女孩将自己伪造成名媛千金。可就在她成功骗过未来公婆，即将和男友结婚的时候，乡下的亲姐姐却找了过来。妍妍，乔妍。乔琳很高兴能再次见到妹妹，可许妍压根不想见到她。她现在只想先把乔琳支走，因为男友马上就要过来接自己了。但乔琳拉着她就往外走，可越不希望什么就越来什么。两人刚走出去，就迎面撞上了沈浩明。妹妹好。这位是？我是妹妹表姐。他来找我。乔琳没想到妹妹竟然告诉男友自己是她的表姐，但她并没有当面拆穿。随后许妍将沈浩明支走后，带着乔琳来到酒店。乔琳再也忍不住质问许妍，为什么不跟男友说自己是她的亲姐姐？我和姥姥落在一个户口本上，我姓许，不姓乔，所以从一开始你就应该知道，我的亲人只有姥姥。乔琳听到妹妹说的那些话，心里不伤心是假的，但她是既得利者，根本不知道许妍这么多年来所受的苦难。在她眼里，许妍就是乔家的一份子，是她的亲妹妹。可自从乔家父母将所有宠爱都给了她后，许妍就不再对那个家抱有希望了。而乔琳也没有想到妹妹会对自己这么抵触，要是知道，她说什么也不会过来找她。现在没有外人在，许妍也懒得装，直接说明自己并不欢迎这个姐姐的到来。如果她只是待几天就走的话，自己能做到现在这样已经仁至义尽了。希望乔琳能够识趣自行离开，因为她没有义务照顾这个不是亲的姐姐。说完就走了，但临走前再次强调了自己现在姓许。我姓许，许妍。乔琳听到妹妹说这些话很是震惊，心里边就以为她是绑上了有钱的男朋友，想要赶紧撇清自己这个贫穷的亲戚。下了电梯后，许妍给姐姐转了1万用作这几天的开销，乔琳二话不说心安理得的收下了。在回去的路上，许妍想起小时候的事情，她的出生就不被期待，父母生完姐姐后想要再生个男孩，可自己偏偏是个女孩，还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父亲嫌她是个累赘不想要，是姥姥一把屎一把尿将她带到了6岁。后来因为到了上小学的年纪，爸妈迫不得已才把她给接了回去。就在她以为能得到爸妈的宠爱时，看到的却是他们对姐姐的爱。家里煤气罐没有关闭，姐姐和自己都晕倒了，但是爸爸却选择救姐姐。之后也发现了自己在这个家里是多余的，为了能生活下去，他变得乖巧懂事，学习成绩也是学校最优秀的。但是爸爸却因为家里困难不让自己参加高考，甚至把家里的那份钱供给姐姐复读考大学。许妍真的忍不住了，觉得爸爸根本就不爱自己。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吗？我不明白。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要一次一次的证明你们有多么不爱我？为什么？我为什么要成为你们的女儿？小时候的许妍根本就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所有人都不爱自己，自己只有姥姥。爸爸的那一巴掌打在她的脸上，许妍觉得自己真的是被亲人抛弃的人。她跑着回家找姥姥。姥姥，来了。其实姥姥也知道自己这个孙女受了很多的苦，就这样奶孙2个人相依为命过了很多年，直到渐渐长大，许妍还是不想回到那个令人痛苦的家里面。突然一通电话将许妍的回忆拉回了现实，原来是沈浩明邀请她来看自己培养的花。许妍听着沈浩明说，面前的这朵花因为一生只开1朵，所以说需要前期不断的经历挫折和打磨才能够绽放出更美的花。这让她觉得沈浩明就像自己要拼命绽放的花一样，自己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只要能跟他永远的在一起，一切都是值得的。可现实真跟他想的一样吗？这个绝对是他生命的绝唱。乔妍，你不是叫许妍吗？他们是谁呀？你说，你到底还有多少秘密？说了多少谎话？我们对你真心真意，
你却把我们一家人骗得团团转，怎么心情这么重？你这是诈骗！许岩的假身份被揭穿，大家纷纷离他而去。你怎么拉魂不上杀的？好在这些只是许岩的幻想。原来许岩和两家父母刚试完礼服回来，就看到亲生父母找了过来。此刻的他想要逃离这里，脑子里幻想到了自己被揭穿身份的下场，这才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但就在乔家二老要发现许岩的时候，沈浩明突然说公司有事，将父母支走了。等沈家一行人走后，许岩将父母拦了下来。刚才那个招手的是金达集团的沈总吧？二位是？我们是他爸妈，我们是婚庆公司的。恭喜恭喜啊！刚才那几位就是你们未来的亲家和女婿。两口子听完后不敢置信，女儿竟然要嫁给金达集团的太子爷。许岩对两人已经不抱希望，他直截了当说自己马上就要结婚了，但不打算邀请他们参加。乔母气急之下怒骂姐妹俩，一个要悔婚，一个要结婚，都不跟他们商量，是当他们做父母的不存在吗？乔爸更是指责许岩，现在要嫁给有钱人了，就瞧不起亲生父母了吗？可许岩根本不想理会他们，只是说他和姥姥在一个户口本上，只有姥姥才是自己的亲人。乔爸从来没有考虑过，到底因为什么女儿会变成现在这样，只是一味的站在道德的最高点上指责许岩，最后更是表示自己就当没有他这个女儿。许岩对此早已麻木，姐姐悔婚跑出来，他们就能包容专门来一趟接她回去，看她住在群租房就心疼的让她回去，担心她没学历没背景没人脉，在大城市里活不下去，甚至支持她回去考公务员。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独自在大城市打拼的许岩来了后也只是一味的指责，没有关心她一个人是怎么过来的。你妹妹有男朋友了，你知道？没给我提，他连要结婚了都不打算请我们。结婚？得知妹妹即将结婚，乔林又找了过来，无意间碰见了假扮许岩父母的两人，这才得知妹妹竟然伪造自己的身份。见姐姐既然已经知道，许岩也不再隐瞒，他表示自己很爱沈浩明，如果不伪造富家女的身份，沈家父母就会逼他们分手，他不得已才会这么做，也希望姐姐不要来搞破坏。我不知道该怎么劝你，但我也不想你在错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不会再找你。可许岩好不容易将姐姐稳住，怎料母亲又打来电话，一定要参加她的婚礼。许岩没有说话，直接挂断了电话，然后把备注改成了她的名字。为了不让爸妈来婚礼捣乱，许岩特意回到乡下找到姥姥，希望她能帮自己说服爸妈。而姥姥并没有询问什么，她了解许岩肯定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姥姥心里有数了，我打电话把他们叫回来。姥姥是最清楚许岩这一路走来是多么的辛苦，也是最希望许岩能够幸福的人。但许岩的下一句话也让她愣住了：荆州太远了，我怕你折腾。听完这话的姥姥虽然愣了几秒，可她依旧支持许岩的做法，还不停地安慰她不要担心自己。直到许岩打开冰箱，看到姥姥给他做的桂花酱，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在返程的途中，许岩再次回想起以前家里没有人记得他的生日，只有姥姥记得，每年都会把他叫回来过。是姥姥供他读完高中考上大学，上大学的时候是姥姥拿出一辈子的积蓄给他，所以许岩什么都不在乎，他只想赚很多很多的钱，让姥姥过上好日子。所以上大学后，他一个人打好几份工，给别人当家教，穿上厚厚的玩偶服宣传，在饭店干服务员，一直忙到深夜都舍不得打车，把赚到的钱除了留够生活费，全部都给姥姥打了回去。哎呦，妍妍，你怎么又给姥姥给钱了呢？姥姥一个人花不了这么多钱的，倒是你在外面读书，你肯定花钱的地方很多呀。吃饭你不许给我省啊，多喝牛奶，多吃鸡蛋，还有那个叫什么维生素、营养补充啊，对吧？我知道啊。这么多年要不是姥姥，他也不会坚持到现在。我告诉自己，只有通过勤奋和努力，才能帮自己翻越一座又一座的高山。只有让自己强大，才是一劳永逸的事。只有达到所有的目标，才能弥补我所有的过失。人伪造身份，终于如愿嫁入豪门。为了不被人揭穿，自家那边的亲戚一个都没请。就在他以为一切顺利的时候，还是被熟人给认出来了。我怎么看着像佳佳的同学许岩？我是有点像啊。许岩看到熟人后，整个人都惊呆了，因为假扮他父母的人冒充的就是同学父母的名字。当初自己就是借用同学的关系骗到了人家的签名。为了不被看穿，她连忙找理由要将两人支走，可没想到丈夫一家人已经过来了。这两位是？没办法的她只能硬着头皮解释，眼前的两位是大学同学父母，原本就想着打个招呼就行，怎料假父亲却多嘴将人家邀请了进去。此刻许岩杀了他的心都有了，但他只能赶紧进去应付。吃饭敬酒的时候，许岩紧盯着另外一桌，看到他们过去敬酒的时候，立马就赶了过去。您在国外是从事建筑研究？哦，建筑行业？那您跟我的亲家是同行啊？他还专门写了一本书，那个书叫 Sustainable Building Design。我爸爸主攻的是可持续建筑课题。我研究的方向是建筑五大力学。咱们虽然是同行，
他相差甚远。为了不露馅，许岩不停的圆场，同时悄悄拍了拍贾母亲的后背。女人立马心领神会，假装不小心碰到酒杯，将里面的酒泼到了对方的衣服上，最后以换衣服巧妙缓解了这一局。许岩走后，沈浩明带着一个女人来敬酒，对众人说是自己的妹妹。女人明显愣了一下，这个女人的出现让许岩也产生了一点危机，因为早在婚礼前，许岩就发现她回国后直接入职了金达集团，而且和沈浩明关系匪浅。到了新婚夜，女人再次给沈浩明发消息，约他到无边泳池见面。沈浩明本不想理会她，可女人却以死相邀。沈浩明无奈之下看了看许岩，然后出去了。来到泳池边见女人没有事，便准备离开。你真的不怕我像我姐那样淹死吗？不要轻易说淹死这个词。今天是我的婚礼，你这样闹有意思吗？两人在这里谈话，殊不知一切都被许岩看在眼里。沈浩明，我爱你。我已经结婚了，请你自重。你是说那个女人吧？你别以为她是什么纯情小白兔，她一见面就跟我装亲热装姐妹，不就是想知道我们什么关系吗？许岩就这样默默看着女人对沈浩明表白，脸色很是平静。隔天，沈浩明和许岩准备去度蜜月，白莲花又出来恶心许岩，说以前沈浩明带着他去过好多地方，吃过好多餐厅。许岩丝毫不示弱，直接反击回去。你浩明哥还带你去过哪些地方？麻烦你都整理好发给我。喝了酒就别进泳池，容易被淹死。女人这才反应过来，昨晚她所做的事都在许岩的掌控中。其实两人之前就有过一次交锋，之前许岩为了尽快融入到豪门生活，特意给自己报了一门烹饪课，却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爱慕沈浩明的方磊。许岩大大方方地向对方介绍自己，我是沈浩明的未婚妻。方磊一听脸色立马就变了，但他也不甘示弱，他声称自己是沈浩明的学妹，两人曾在伦敦一起上学，而且他们两家还是世交，想用这些话让许岩知难而退。怎料许岩丝毫不退缩，16岁就认识，所以是亲妹妹嘛。不仅如此，许岩还主动跟他请教厨艺，结束后以感谢为名请他吃了顿饭。但方磊不会放过每一个可以刺激许岩的机会。在饭桌上，方磊表示他一回国，浩明哥就将自己安排进了他的项目里，还对他照顾有加。那你把工作做好，就不会麻烦他了，对不对？谁知方磊见许岩丝毫不在意这些，便主动提出做他的伴娘，许岩直接答应了，这才有了婚礼上。方磊将自己当成女主人般，当许岩不在的时候，就跟沈浩明出双入对的敬酒。可沈浩明根本不喜欢他，只将他当成亲妹妹，而他的这些小心思也都被许岩看在眼里，并没有将他放在心上。许小姐，请问卫生间怎么走啊？万万没想到，许岩结完婚后要对付的不是婆婆，而是以前那些认识他的人。既然都是同类，那更要互帮互助了。许岩跟沈浩明结婚蜜月后，便带着他去乡下见了姥姥。姥姥看见后很是高兴，还亲自下厨做了好多菜。而沈浩明看见姥姥很欢迎自己的样子，心里很是温馨，但他更想要多了解许岩以前的生活。许岩在门外听见两人的对话，担心露馅，便拿着婚纱照来到厨房，以挂相片为由，将沈浩明给叫走了。晚上许岩跟着姥姥一起睡觉，姥姥忍不住还是将乔父的肿瘤的事说了出来。虽然说这个人当爸爸十分的不称职，但还是希望许岩能去看一下。我知道你对他是什么看法，但你这次结婚不是也别请他去吗？他现在得了病，姥姥觉得你还是应该去看看他的。许岩听完后并没有给姥姥准备的答复，不停地找事情打岔。隔天一大早，姥姥特意邀请沈浩明一起去早市买菜，沈浩明二话没有说就同意了。一路上，姥姥不停地夸沈浩明，帮许岩说好话，而他说这些就是为了铺垫后面的那几句。如果他犯了什么错，你就多包容，行吗？姥姥认为许岩嫁进沈家肯定使用了不正当手段，所以才这么跟沈浩明说。殊不知沈浩明早已知道一切。离开前，许岩还是心软了，悄悄地给父亲了一些钱治病。回到荆州后，沈浩明给了许岩一个惊喜，送给他一座四合院，用于他工作和邀请豪姐们。许岩听完后都惊呆了，这样的人他怎么能不心动呢？而沈浩明看着许岩一言不发的样子，表示她是自己的妻子，自己会协助他完成任何的愿望。进去后，沈浩明看到上个业主给孩子量身高留下的痕迹，回忆起小时候的事情。可许岩却回想到了小时候一家人都忽略了自己，从来都是给姐姐量身高的场面。沈浩明见他失落的表情，便向许岩索要口红量身高。许岩那一刻心里便很感动，更是有很多的触动小时候没有完成的那些心愿，丈夫帮自己已经完成了。两个人深深地看着彼此，本以为日子会这么幸福下去，可许岩的对头却揪着他不放，将假扮他父亲的人找了出来，在节目上揭露了他捏造身份的事。这一次的许岩又该怎么应对呢？您和许岩认识？认识，我们很熟啊。请问你们是什么关系？照片上的这个人是不是你本人？你是不是许岩的假冒父亲？请你正面回答。还每天下班准时来专柜蹭妆。就在他化完妆要走的时候，导购实在忍不住拦住了他。
你要不把你刚刚试的这些挑一个买了吧？为啥呀？我用的都是试用装。一周啦，姐姐，这外面不管是刮大风还是下大雨呢，您都会在下午5点钟准时来到这里蹭妆，还不知道的以为你在这上班打卡呢。女孩听完后表示，自己不全部试一遍，怎么知道要买哪一个色号，并且也没有规定试妆次数。刚说完，乔林就拿出试妆6次的标签。女孩见说不过，直接来句自己就不买。要是她再拦着自己就去投诉，乔林也没有办法，只能放她离开。下班，乔林回到出租屋，听到室友正在给家里打电话，而这个室友就是刚才去蹭妆的女孩。女孩省吃俭用，就是为了把钱打回家里。乔林也明白了她为啥总是去专柜蹭妆了，而她专门带了一些小样送给了女孩。隔天，乔林在整理公司货架的时候，不小心将手臂给砸伤了。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给他治疗的医生竟然是高中时期暗恋的校草。但当时校草喜欢的人是妹妹许妍。林一鸣，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我不想谈恋爱，我现在只想好好学习，其他的事都不在我的计划里。我不会打扰你学习的，我就想跟你说我喜欢你。我不喜欢你。时隔这么多年，男人依旧喜欢许妍。他之所以跟乔林相认，就是为了问他索要许妍的联系方式，但他并没有直接要，而是借口他的伤。此刻的乔林私心是不想给他联系方式，于是自己拿起手机给妹妹打了电话。当男人见到许妍手上的戒指后，便明白他们之间已经不可能了。你结婚了？上个月。虽然有点晚了，祝你新婚快乐。最后，于一鸣失落的回去了。许妍将姐姐送回家，看到她和几个女孩子合租在一起的房子，还找到了一份工作，便明白姐姐是铁了心要留在荆州。既然如此，决定帮她换个更大的房子，希望她以后不要给自己添麻烦。乔林听完后气不打一处来，他表示今天要不是于一鸣，自己根本不可能联系他。可许妍根本没有听他说的话，隔天直接找来几个彪形大汉，强制性给乔林搬家。起初乔林极度反抗，就是不搬。不搬。你不搬？不搬。好，我忘记告诉你，新家公寓邻居是于一鸣。当听到新家的邻居是于一鸣，乔林的态度立马360度大反转，立马就搬家。许妍对这个姐姐很了解，她也知道姐姐一直都暗恋于一鸣，所以她就是故意这么做的。乔林搬过去的第一天大早就收到了于一鸣的早餐，这让她万分惊喜。与此同时，乔林的前男友妈妈调查到，乔家在商业街买了一套门面房，在他们眼里，乔家穷得叮当响，根本就没有钱买门面房，那肯定是拿他家的彩礼买的。女人觉得既然两人已经分手了，那就要把彩礼追回来。乔林男友是个窝囊的，当即就给乔林发去了消息，没想到乔林已经将他拉黑，而且电话也打不通了。气急之下，他直接来荆州找许妍，想要从他口中套出乔林的住址。请问先生，您有预约吗？没有。不好意思，我们这里没有预约，不能进。没办法的林涛只好出来碰运气，看能不能碰到许妍。巧的是在餐厅碰见了许妍，正在拜托于一鸣照顾乔林。乔妍，你为什么让他照顾乔林？这谁呀？此刻的林涛认定乔林悔婚，就是许妍在背后挑唆的。他恼羞成怒下，在餐厅大吵大闹，甚至要对许妍动手。好在于一鸣在场推开了他。就在这时，许妍发现自己的死对头过来了，急忙找个借口把林涛给带走了。孙思维看到这一幕，本想着看能不能挖出点许妍的把柄，可于一鸣根本不理会他。与此同时，许妍将林涛带到另一家餐厅，告诉他既然两人已经分手了，那就不要再去找乔林了。至于彩礼钱，自己会帮姐姐还。这准是彩礼的事吗？我要的是人。我不知道。行，不说是吧？那我就天天来，我上你们单位去要人，上你婆家去要人。你不是下得挺好吗？我让他们了解一下，你到底在外边干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你嘴里没句实话，不是下得挺好吗？我让他们了解一下，你到底在外边干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随便你。面对林涛的威胁，许妍丝毫没有放在心上，直接离开去找姐姐乔林，将这件事告诉了她。乔林觉得这家人是真的很奇葩，既然他想见自己说清楚，那就见面打死他。许妍见姐姐只知道使用武力，劝说她不要这样做，既然跟林涛分手了，那就跟过去一刀两断。昨晚他跟林涛聊过了，他在乎的是乔林对自己的感情是否忠诚，但他的父母在乎的无非就是钱，只要把钱给出去了，就算林涛想来荆州闹，他父母也不会同意的。谁知乔林听完这些后依旧要自己解决，可许妍等不了，等到你筹好钱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件事情闹得人尽皆知了。到那个时候，我的单位、沈家，所有人都会知道。我还以为你是在为我着想呢，原来是怕自己谎言被拆穿了。就在两人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殊不知沈浩明也知道了，他默默地帮许妍处理，让助理调查林涛的工作情况和人际关系。不出半天，林涛父母的银行卡就收到了一笔钱，如许妍所料，钱一到账，他们就打电话让儿子回来。可林涛就是不听，非要见到乔林了解事情真相才肯回去。但通过沈浩明的发力，隔天银行就把林涛给叫回去了，还以他优秀为由，要给他增加工作任务。领导的这波夸奖让林涛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同时意外的还有许妍。以林涛的性格，我原以为他会不依不饶，没想到这个人
突然就消失了。不久后，许岩无意间发现沈浩明为了向父亲证明自己的实力，正在急于促成一项合作。可合作方十分瞧不起他这个太子爷，迟迟不肯跟他合作。许岩看到沈浩明闷闷不乐的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晚上，他就把沈浩明带到泳池边，给他的秘密基地添了一盏灯，不停地开解他，希望他可以将自己的坏情绪和心烦的事情都说出来。经过许岩的开解，沈浩明这才露出了笑容。于是，为了能够帮到丈夫，隔天许岩就约婆婆的闺蜜美玲姐打听合作方黄总的情况。从美玲姐口中得知，这个黄总很疼老婆，可几年前老婆得了重病离世，之后就一直都没有再娶，还将对妻子的亏欠弥补到了岳母身上。这些年一直都尽心尽力地照顾着岳母，可岳母的性子很倔，非要住到养老院。听完这些讯息后，许岩决定先从黄总的岳母这里下手。隔天，他来到养老院，捐助了好多东西，在院中的引荐下见到了黄总岳母，这才发现老太太已经患上了老年痴呆，整个人都神志不清。但许岩并没有放弃，他看到老太太搓了不少泥鳅，嘴里不停地说要留给女儿吃，这不禁让他想起小时候姥姥炸了很多素丸子让自己带去学校吃。许岩瞬间明白，他是用这种方式怀念女儿。回去后，许岩便给姥姥打视频学做素丸子，隔天带着丸子来到养老院，还给老太太讲了姥姥的故事。在许岩的陪伴下，老太太一天比一天开心，最后还将许岩当成了自己的女儿，两人在一起玩得不亦乐乎。许岩也将老太太当成了姥姥，觉得对姥姥很是亏欠，而这一切都被黄总看在眼里。没过多久，他就约见了沈浩明，夸奖他真是娶了一个贤内助。黄总，这是什么意思啊？不太明白。不是你让你爱人去照顾我岳母的吗？这段时间，你爱人许岩经常去照顾我岳母，我岳母的病情也得到了缓解，状态也比之前好了许多。难道你不知道？他没有跟我说过。那也许是巧合吧。最终在许岩的帮助下促成了这单合作，可许岩的死对头又开始搞事情了。哎，等会儿，怎么了，姐？没事，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呢？就是个骗子，连给我提鞋都不配。就算我是骗子，我也努力让你变成像我讨饭吃的狗。爷爷，没事吧？你演什么呢？原来许岩的死对头孙思维无意间在听到最近有一篇报道，一个女子接连骗了3个男人结婚，以这种方式骗取天价彩礼，被警方抓获后，新闻还特地报道了一下。孙思维看了看报道，突然觉得照片里有一个男的很是眼熟，仔细一想，觉得跟许岩的爸妈很像。于是他觉得许岩刚开始来的时候，只是说家里边只有一个姥姥，什么时候又有了个在国外的父亲，肯定是在说谎，说不定他的背景身份都是假的，也是像报道中的女人一样捏造身份嫁入豪门，也觉得这是扳倒许岩的一个绝佳的好办法。而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他找到领导，以参考婚礼为由，从他手里骗到了婚礼照片，随后回到工位上，再三比对了照片，确定两人就是同一个人，心中窃喜不已。为保证万无一失，他带着小助理找到假扮许岩父亲的高亮杰，威胁他配合自己，想着在台里推举财经主播的时候给许岩致命一击。一切准备就绪后，他来到许岩面前，说了许多奇奇怪怪的话。你放心，我的这个样片绝对真实，而且足够震撼。他的话许岩并没有在意，而是时刻准备自己竞争财经主持人。他的表现极为出色，评委们很是满意。隔天，孙思维特意邀请许岩做自己节目的嘉宾。许岩不知道他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并没有答应。可就在这时，主任出来助攻孙思维，无奈之下，许岩只好答应。节目开始后，孙思维先是向大家讲述了最近骗取高价彩礼的那个新闻，接着又请来了高亮杰。许岩看见他的那一刻很是惊讶，孙思维看见后觉得自己稳赢。他打开许岩婚礼的照片做对比，还不停地质问两人之间的关系。请问你们是什么关系？照片上的这个人是不是你本人？你是不是许岩的假冒父亲？请你正面回答。许岩见状站起来，把事情的焦点转移到两人的竞争之上。所有人都明白孙思维的能力不行，是他羡慕嫉妒自己，所以才请人来陷害他。可孙思维看着许岩慌张表情，料定自己挖到的就是王牌。照片上的这个人是不是你？你到底有没有假扮许岩的父亲？看着孙思维在那里犀利的说话，在座的同事们也有一点震惊，此刻都在下面小声的议论。一时之间，许岩的身份就这样被大家怀疑，他也顿时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而孙思维看到许岩有点慌张的样子，觉得自己这个王牌简直是太炸裂了。看到对方反应不过来的那种表情，更是到达了制高点的高兴。可他万万没想到事情会迎来反转，高亮杰临时变卦，不是，那人不是我。高先生，您这儿有块胎记对吧？啊，对，
我这儿有胎记，你看这儿。大家拿出照片仔细对比，发现婚礼上的男人脖子上根本没有胎记。原来许岩在孙思维威胁自己后，便猜到他可能查到了一些东西，于是他约见了高亮杰，商量做了这场局。而且早在之前，许岩就让男人遮盖胎记，也算是他的一张保命符。此刻的孙思维彻底懵了，他认定两人就是串通好了。串通好了是吧？在这给我做局呢！我劝你冷静一点。这场闹剧就这样结束了，因为节目失误，孙思维就这样被主任停职，还失去了竞选财经主持人的机会。事后许岩找到孙思维，让他不要再想着对付自己。孙思维很是气愤，责骂许岩就是个无所不用其极的骗子，连给自己提鞋都不配。而许岩并没有反驳回去，他余光中瞥见沈浩明来了，于是他故意靠近孙思维，激怒了这个蠢货。如许岩所料，女人被激怒后狠狠扇了他一巴掌。沈浩明看见后，立马冲过来关心许岩，而许岩则换上一副被欺负楚楚可怜的模样。你演什么呢？你是孙思维？我是。通知法务部，放下所有手头工作，我爱人遭遇职场霸凌，让他们马上出方案，追究他的责任。他叫孙思维。孙思维终究为自己的蠢付出了代价，而许岩则顺利成为了财经新闻的主持人。欢迎收看财经新闻，我是主持人许岩。有女孩捏造千金身份嫁入豪门后，用自己的实力不仅帮丈夫拉到了合作，还让婆婆对她百依百顺，甚至家里的保姆都对她的印象改变。我觉得你现在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哪里不一样？你现在啊，更像这个家的女主人。唯有家里的小弟弟对她意见颇大。原来自从许岩嫁给沈浩明后，大家都开始各自忙碌，从来没有人在乎弟弟浩辰的感受。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浩辰不是在学校打架，就是各种闯祸。老师三天两头的给沈母打电话，沈母虽然是豪门太太，但也害怕老师的电话。同时他和沈父应酬很多，根本没有时间去处理这些事情。他见许岩很有耐心，便让他帮忙带浩辰。而他刚把许岩拉进家长群，就看到班主任在群里发浩辰跟同学发生冲突，还把人家给打伤了。许岩看了看正在逗狗的婆婆，只能硬着头皮去学校处理。处理完后，他本想着跟浩辰谈一谈，想知道他闯祸的原因，可浩辰并没有理会他，直接离开了。回到家后，许岩将学校的事情告诉了众人。婆婆嫌麻烦，决定将浩辰送去国外读书。这番话正好被回来的浩辰听见，他以为是许岩告状，才让妈妈起了送自己去国外的念头，因此把自己受到的所有冷落都怪在了许岩身上。你来了，先是让我哥喜欢上你，然后又讨好我爸妈，让他们都喜欢上你，结果没想到我不吃你这一套，然后你就想把我赶走，对不对？对。我告诉你，我是绝对不会出国的。这番话让许岩明白，小孩之前所做的那些事情，只不过想让家人的关注罢了，知道原因就会得到解决的办法。许岩表示，只要他保证不再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自己有办法不让他出国。这又是什么招？隔天，浩辰去学习马术，往常都是哥哥来陪自己的，今天却是许岩来的，这让他内心无比失望。而为了吸引哥哥和爸妈的注意，他松了马凳，故意摔到地上，造成骨折。这方法确实好用，爸爸妈妈和哥哥都陪在他身边，可也就见效一回。沈母请来护工后，就因为工作和沈父匆匆离开。沈浩明嘱咐了许岩后也离开了。看到自己又是一个人，男孩将气都撒到了护工身上。不要走，不要你不要就不要走，人呢？看不下快上，人打人呢！许岩看见后，默默地将地上的东西捡了起来，并表示这4个星期都是他陪着，要是再不听话就收拾他。浩辰一听，立马来了鬼点子，他开始使唤许岩，一会要吃水果，一会要喝水，挑3拣4的，就是故意为难许岩。但许岩并没有惯着他。哥在的时候你就当乖小孩，你哥走了你就欺负我是吧？我是伤员，我是小孩，你欺负我，你看我哥怎么收拾你。两人独自相处下，浩辰不再排斥许岩，许岩也用自己的方式靠近这个孩子。通过自己的方式，许岩成功和浩辰成为了好朋友。晚上，沈浩明赶了过来，许岩将自己录的视频拿出来给他看，明显能看出来男孩是故意的。现在的许岩是最懂浩辰的，因为浩辰想要的也是自己当初最想要的。小时候为了让爸妈注意自己，他也曾用过这个招数，可只要姐姐一出现，爸妈所有的爱都会加注在他身上。一个幸运的童年可以治愈一生，但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去治愈。两人并不知道，弟弟根本没有睡觉。自此后，许岩成为这个家里浩辰最喜欢的人。而许岩为了帮浩辰完成心愿，他把画本拿给公婆看。在浩辰的世界里，爸妈回到家永远拿着手机，而自己则躲在孤僻的角落里。所以浩辰想要的不是 iPad， 也不是手机，他想要的可能是你们最珍贵的东西，就是时间。知道这件事后，沈父沈母也意识到他们的错误，于是他们都抽出时间陪伴浩辰，而就只是陪着看看电视。浩辰都是无比开心。沈浩明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为此特意送了许岩一辆红色的跑车。那么沈浩明到底有什么秘密瞒着许岩？他知道许岩的身世，又为什么要和许岩结婚？而许岩每帮他一次，都会拿出一样东西当做奖励。但不管沈浩明到底爱不爱许岩，这个家已经离不开许岩了。不管是沈浩明还是弟弟，就连婆婆也是一样。可回来了。
怎么了吗？下个月初就是晨晨的生日，你看咱们怎么给他办好？他喜欢你，你想个主题，他肯定喜欢。我想想，事情交给你，妈去放心。如果你还不配合我，我真的不能保证接下来会说什么。小燕来了，贪图富贵，利欲熏心，为了嫁入豪门，连做人的底线都不要了。我现在就去找沈家，跟他们说清楚。自从许妍当上财经新闻的主持人后，全家人都围在电视剧前看她。婆婆为此还特意挑选了一套珠宝送给她。此刻的许妍第一次感受到了久违的幸福。可就在她以为这种幸福会一直持续下去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楼下大厅有一个姓周的先生找你。男人跟许妍曾有一面之缘，几年前两人在同一家咖啡店争取想要的岗位。许妍在简历上关于家庭成员的那一栏没有填写，猎头不停地诱惑她将父母的身份写成在国外做生意，因为这样就算查也查不出来什么。毕竟在当今的社会上，家庭背景在职场上也是一个加分项。就在许妍犹豫的时候，后面的男人也就是周泽远制止了她。我劝你不要听他忽悠，简历造假等同于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埋下了一颗不定时的炸弹，说不定哪天砰的一声就炸了。到那个时候，你的信誉和你之前所付出的所有努力都将付之东流。这时的许妍还很是单纯，她想了想周泽远的话，决定实话实说。这番举动把猎头直接气走了，就算用金翻倍也不接他这一单了。出来后，许妍不停地打电话求职，突然男人拿出2朵用报告书折成的向日葵送给她，鼓励她不要气馁，就像这2个向日葵一样，向阳而生，永不低头。两人就这样认识了，互相慰藉着彼此。5年后，周泽远再次见到许妍，这一次的他不再像以前那样，而是带着目的接近许妍。他将许妍带到自己的工作室参观，想让许妍帮自己拉到沈浩明的投资。许妍观察了一番后觉得可行，可就在她去卫生间的时候，无意间听到员工之间的对话，彻底打消了让丈夫投资的念头。我现在接的活特别轻松，网站一做啥也不干，一天500的，比你在剧组轻松多了。哎，要不你也过来吧？这不点人，就是一家皮包公司。为了验证这番说法，许妍来到大厅试探，让员工展示一下公司的项目。怎料男人听完后脸色大变，慌乱地找着各种理由不打开电脑。身后的客户也装模作样，实际上电话线根本没有接通。再翻了翻桌子上的文件，全部都是空白的。许妍瞬间明白周泽远搞皮包公司骗钱，于是再次见到他，果断拒绝了他的要求。怎料周泽远早已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他以许妍的真实身份作为要挟。有一个道理你一定明白，那就是有些事情无论你再怎么努力，他都改变不了。就像我们这种赤身裸体的人，必须要给自己加上一件高贵的衣服。既然都是同类，那更要互帮互助了。面对周泽远的要挟，许妍真是累极了。回到家后，听见婆婆叫她，只能强颜欢笑的应对。明天婆婆的闺蜜马阿姨要带一个人来家里做客，不知道该做什么。许妍立马给出了意见，可她怎么也没有想到马阿姨带的人竟是周泽远。在喝茶的时候，周泽远不停忽悠两人，许妍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胡说八道。她不敢帮周泽远，更不敢揭穿他的真面目。实在听不下去的她借口接水离开了。可没想到周泽远竟追了过来，他彻底撕破脸皮，逼迫许妍让沈浩明投资。让你老公投资的事儿，我是跟你聊呢，还是跟你婆婆聊？你的商业计划书和你的财务报表，无论是我婆婆还是我先生看，都会发现漏洞。不要再想诸此的事情了。周泽远见许妍不上当，继续忽悠他，表示只要沈浩明一小笔的投资就行。但聪明的许妍很快就识破了他的阴谋。周泽远要的不仅仅是钱，他最想要的是沈家的名声，借沈家的势力骗更多的钱。你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敲诈勒索，是犯罪。小妍，我突然发现你这么维护沈浩明，这么在意他，你原来是个纯爱战士啊！我今天听到的最滑稽的故事，说一个贫寒女骗子嫁入豪门，她不是为了钱，她居然玩起了纯爱。你说这是不是比天方夜谭更？许妍直接泼了他一身水。本以为周泽远会收敛，怎料他直接找到沈浩明这里，当着许妍的面在雷区不停的试探。此刻的许妍害怕他说出真相，更怕沈浩明被自己连累。许妍没跟您说吗？是他约我过来的。我事情太多了，忘记跟你说了。没事。你为什么要骗我？说到骗这个字，你根本没记，没用力气。如果我要找一个门当户对的真亲戚，可能他们不会容得下我。我年轻时候犯的错误，容不下我的儿子。许妍怎么也没有想到，弟弟浩辰竟然是沈浩明的儿子，而他也一直都知道自己捏造身份的事，默默地看着自己一次又一次的说谎。被揭穿后，许妍直接提出了离婚，怎料沈浩明却拒绝了，还用许妍的工作来威胁他。你现在还没有正式转入新闻岗，你应该不希望当中会出现什么差错吧？不久前，在许妍的照顾下，
浩辰越来越跟他亲近，甚至两人都成为了朋友。而许岩不只是遇到了周泽远这个危机，他还要防着姐姐乔琳乱说话。原来几天前沈浩明突然说要请表姐吃饭，许岩本想着以姐姐工作忙为由拒绝，可沈浩明却坚持要请，无奈之下他只能带着乔琳来吃饭。但进去之前，他万分叮嘱乔琳一定要少说话，因为他知道这个姐姐最擅长的就是口无遮拦，担心她说的越多就越难圆过去。果不其然，乔琳说了许多许岩过去的事，包括她在学校是校花的事。本想着帮妹妹说说话，可说的越多破绽也就越多。姐姐真好，我是她初恋，你知道吗？真的，那在读书那会儿啊，你就别说谈恋爱了，只要是个男的，他都不带看一眼的，也就冲你那美女笑，不然早转去那上学去了。读书的时候你们是在一起的吗？我记得爷爷跟我说过你老家在山西晋城。乔琳慌乱地看了看许岩，赶忙解释自己高中的时候复读了2年，复习班正好转到了许岩上的高中，这才把这些话都圆了过去。此时的沈浩明玩味地看了看许岩，然后让乔琳多说一说许岩以前的事情。乔琳很是嘴快地说了句没问题，但当他看到妹妹那能杀死人的眼神，立马就闭上了嘴，然后跟沈浩明说自己很忙，不能经常出来吃饭。而他为了弥补刚才的过失，跟沈浩明说了许多许岩的好话。妍妍她不太对别人动心的，但是她一旦动了心，这是一辈子的事，你得珍惜，你知道吗？这些话沈浩明并没有放在心上，因为狼来了的故事只要发生一次他就会充满戒心。在他眼里，许岩嫁给他是为了地位和财富，什么所谓的真情，身为豪门少爷的他根本不信。可许岩却正好相反，他是因为爱沈浩明才选择说谎捏造身份，两人的立场不同，导致许岩得知真相后伤心提出离婚。吃完饭后，乔琳不停地看着许岩。来之前乔琳咨询过律师，以许岩现在这种情况，即使以后身份暴露了，沈浩明只要是真心爱他的话，也是不用负任何法律责任的。许岩听完后心里便有些高兴，没想到乔琳也会考虑自己。两人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突然许岩看到旁边坐在一起听歌的2个女孩，想起小时候放学他经常会盯着 MP3 看，但因为懂事从来都没有主动跟父母提过。乔琳发现后直接将自己的送给了他，姐妹俩就这样一起听着歌回家了。现在长大了，虽然说姐姐有些没心没肺的，但还是想着自己。许岩就是这样一个纠结的人，他不想被原生家庭困住，但只要他们对他好一点，他都会释怀以前的痛苦。爸妈从小就宠爱姐姐不理他，可听到爸爸得病了，还是会留下一笔钱让他治病。密码设置的还是乔琳的生日，是因为爸妈从来没有给他过生日，肯定不知道他的生日日期。姐姐来到荆州，表面上很烦他让他回去，但看到他住在拥挤的出租屋，立马就给他换了大房子，还准备了生活用品，甚至将房子租到了他喜欢的人隔壁。网上有些言论说许岩是恶女，这个观点我并不认同，我们许岩可是个心地善良的好宝宝。很快乔琳的工作也上了一个台阶，公司想要选择人去总部加入销售团队。乔琳因为化妆技术和销量第一，所以在这个候选名单之内。本来说乔琳对自己也是十分有自信的，但是听到领导说自己学历太低这件事，觉得确实是自己的短板，便想要抓紧有限的时间来提高学历。乔琳知道学习是自己一直十分头疼的事情，于是她找到于一鸣帮忙，于一鸣很是爽快地答应了，这也大大加快了两人的感情发展。其实你们姐妹两个脾气挺像的，都很倔，明明心里互相关心对方，就是不能好好坐下来聊一聊。真希望你俩有一天能敞开心扉，不需要我这个折腾。我们把你养了这么多年，你不能把你现在的错误栽在父母的头上。不会的，你们不会知道你们做错了什么。自从许岩得知周泽远办皮包公司骗投资后，便拒绝了与他合作，因为他明白，虽然周泽远只让沈浩明投资一小笔不起眼的钱，但他的目的却是借着沈家的势力去骗更多的人。可周泽远又怎肯轻易罢休？他将许岩不肯帮忙，直接来到沈浩明面前，不停地提起许岩的假父母，试图让他说服沈浩明投资他的公司。但他心里的那点小九九早就被老谋深算的沈浩明看清，他并没有继续和这个骗子谈下去。谁知周泽远又找到许岩，直接撕破那虚伪的嘴脸。如果你还不配合我真的不能保证接下来会说什么。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不会让沈浩明牵扯进你的骗局里。周泽远还是低估了许岩对沈浩明的爱，不管他怎么胁迫，许岩根本不愿配合。怎料男人见许岩这样，为了拿到钱，他往后退一步。这次他可以不要沈浩明的钱，但这笔钱必须许岩来出。我给你1晚上的时间考虑，否则我就在网上曝光你。从这之后，男人像个恶鬼，时刻缠着许岩，就连晚上都会打电话催着要钱。而这些沈浩明都明白，他早就让助理查过周泽远是个什么样的人，也知道许岩打电话的对象就是他，但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悄悄在背地里帮许岩解决一切。经过1晚上后，周泽远并没有收到钱。一个人能无耻到什么地步？他将许岩堵在停车场，迫不及待地想要拿到钱。好在姐姐乔琳及时出现，假装打电话报警，这才吓跑了周泽远。许岩为此很是感动，姐姐还是那个姐姐，虽然从小父母偏心她，但她依旧是那个将自己护在身后的姐姐。虽然姐没什么能耐，但是妍妍你放心，只要有我在，绝对不能让你受欺负了。
我揍他。谁知周泽远更加得寸进尺，这次他直接把许岩亲生父母请到了荆州，还将他编造假故事嫁进沈家的事全部托盘而出。乔爸得知后暴跳如雷，他不理解许岩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我乔建斌一辈子没有做过一件见不得人的亏心事，怎么养出你这样一个女儿？乔爸不停地辱骂许岩，什么话难听说什么，觉得女儿就是贪慕虚荣、利欲熏心，连做人的底线都不要，甚至要去沈家坦白真相，揭穿女儿的骗局。许岩听着父亲的谩骂一点表情都没有，因为他早已死心。在高考那年，他就已经对这对父母不抱期望了，也从来没奢望过他们能够理解自己。无论在什么时候，我遇见沈浩明这样的人，我就是会不顾一切手段，抓住机会跟他在一起。那你也不能欺骗人家。我也不想骗他，是因为从小我就知道，所有的事情我只能靠自己。许岩的话像棉花一样打在这对父母身上，丝毫没有波澜。此刻的乔爸从来没有想过他们的错，甚至觉得要不是他们把许岩接回来，他怎么会有今日？他从来不会想过许岩本该过上像乔林一样的生活，可他的出生不被期待，只因为他不是个男孩，还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不会的，你们不会知道你们做错了什么。听完这话的乔爸起身就要去沈家揭发许岩，乔母连忙拦住他，嘴上说着为女儿考虑的话，可这幅画面在许岩眼里却是无比的可笑。乔家两口子从来没有想过儿时的经历对许岩的影响有多大，他们也从来没有想过以前是多么偏向大女儿，他们只会觉得我养你一场，怎么到头来还成了我们的错了？是他们亲手把许岩推开，现在却又嫌弃他什么事情都不跟他们说，真是讽刺。这是在演哪一出啊？我明白了，是因为你们觉得这样的生活是应该属于乔林的，而不是我。这是说你们想要去跟沈家告发我，再从我这敲诈勒索一笔钱。你怎么能这么想？从此我们断绝父女关系，你再也不是乔家人。乔，如果真坐牢，有你陪着也挺好。面对周泽远的威胁，许岩宁愿鱼死网破，也不愿将沈浩明被他拉下水。不久前，周泽远为了让许岩劝沈浩明投资自己的公司，特意将在老家的乔家两口子请了过来。乔爸得知许岩未嫁豪门，竟然捏造身份，恼羞成怒下选择跟许岩断绝关系。而许岩听到后心里并没有任何难过，甚至觉得是一种解脱。为了封周泽远的口，他不得不把沈浩明送给他的跑车卖掉，将钱转给了他，并警告他这是最后一次，如果还会有第二次，自己一定会报警。怎料周泽远根本不满足，他想要的远远不止这一点，于是他继续用自己手中的把柄威胁许岩，而许岩丝毫不受他的威胁，眼前的男人就是个十恶不赦的诈骗犯，无论如何都不会让丈夫上当，为此他不惜和对方鱼死网破。好，那就试试，看谁豁得出去。谁知周泽远恼羞成怒下竟对许岩动手，而许岩也不惯着他，直接一个包击就打了过去。一下1000万，要不再来一下？就在两人僵持的时候，沈浩明打来了电话，他约周泽远下午2点去打高尔夫。这是他自己送上门的，与我无关。下午，沈浩明主动谈到注资，还提出追加投资款。许岩听着很是着急，他想方设法的阻拦，却根本拧不过心意已决的沈浩明。周泽远走后，许岩还是让沈浩明小心这份投资，因为不了解对方的公司背景，想让他再慎重的考虑一下。我希望你待在我身边，每一天都是开开心心、无忧无虑的，不是愁眉苦脸。这天过后，周泽远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直到4个月后，许岩才知道周泽远被抓。他很庆幸沈浩明没有被骗，但是又觉得他好像跟自己之间有点距离，因为他说什么话都是欲言又止的样子。原来沈浩明早就知道一切，他让助理调查了周泽远，也知道许岩受威胁卖掉了自己送的车子。而为了让许岩不再发愁，沈浩明以代理人注资的名义，一边安抚周泽远，一边调查他的犯罪证据，让他再也没有机会威胁许岩。妍妍，如果你将来想投资，需要钱，可以直接问我要，没必要把车卖了。听见这话的许岩心里咯噔一下，很是担心丈夫是不是已经知道了些什么。没人倾诉的她，只能找姐姐乔琳。乔琳也很是奇怪，周泽远怎么莫名其妙的被抓了。许岩虽然也不知道，但他总感觉有人在背后默默的帮他。乔琳还是觉得，还是找个机会把这件事早点跟沈浩明说清楚。毕竟看着沈浩明那么爱许岩，知道后肯定会原谅的。我是想跟他说的，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突然，乔琳看到了于一鸣，她跑过去将他拉了过来，跟许岩一起吃饭。于一鸣本来很犹豫，但一听到许岩也在，就跟着过来了。而乔琳也发现一件事，于一鸣跟许岩真的太不一样了，总是滔滔不绝，比跟自己在一起的时候话还多，心里无比的失落。
许岩将一切都看在眼里。晚上回到家，许岩考虑再三后，决定跟沈浩明坦白。他先是试探说自己有一个朋友，在婚前隐瞒了一些事情，但现在两个人过得很好。这个朋友想要主动坦白，可他还没有说完，沈浩明就打断了他，表示只要两人的感情好，根本不需要坦白，坦白的反而会成为两人感情中的一根刺。婚姻其实不应该从原则出发的，你说呢？原则其实只是一种包装，一种说法而已。其实最后夫妻间有个好结果，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许岩的第三个追求者终于出现了，男人名叫蒋亮，是商界有名的花花公子。许岩以不同寻常的装扮出现在酒会上，瞬间吸引到了他的目光。原来沈浩明虽然通过许岩跟黄总达成了合作，但现在沈父并不支持他，没有资金支持的沈浩明只能通过拉投资来做自己项目的后盾，这样才能顺利进入董事会。于是他盯上了远航基金，希望能够得到蒋家姐弟的支持。而这次即将举办的金达酒会，两人正好过来参加，所以他希望许岩能够做足功课，了解蒋云和蒋亮的全部资料，好能跟两人搭上线拉投资。许岩二话不说答应了下来。很快到了酒会那天，沈浩明先来到了酒会，他在黄总的调查下得知，蒋云和蒋亮两人是出了名的难合作。姐姐蒋云沉稳冷静，做事杀伐果断，脾气也是出了名的臭，被商圈的人称为投资界的黑玫瑰。弟弟蒋亮看似是个花花公子，实际心思缜密，对数字十分敏感，是远航基金的活账本，还有过目不忘的本领。黄总能做的也只有这些，接下来也只能靠沈浩明自己的能力了。同时他想借助远航基金的事被方磊得知，方磊为了证明自己比许岩强也来到酒会，本想着找蒋云聊一聊，可蒋云丝毫看不上他，并没有过多理会。无奈之下他只能去找蒋亮，以为这个花花公子很好攻略。他看见蒋亮因为喝酒难受，便主动调了一杯特制的解酒秘方，番茄汁，然后再加蜂蜜，这两加起来可以解酒。这一幕正巧被沈浩明看见，瞬间勾起了他的回忆。那时的他跟一个女孩也曾经喝过这样的解酒神药，而女孩正是他的初恋女友，也是方磊的姐姐。此时的方磊并没有注意到沈浩明的到来，他蹲下身细心地为蒋亮擦掉鞋子上的污渍。沈浩明明白他这么做是为了帮自己，但他很清楚蒋亮只会在吃喝玩乐的时候才会想起身边的女人，于是他直接上前劝说方磊，这么做只是多此一举。我没那么大野心，我只是想帮到我们的项目，哪怕让他多一点好感，做花瓶做陪衬我都没有关系的，你不用管我，我心甘情愿的。绿茶不愧是绿茶，他的故作柔弱也确实吸引到了沈浩明的怜爱。看他为了自己跟别人喝得酩酊大醉，还是端来了一杯热牛奶。而方磊也很是绿茶，他故意将姐姐的手链留了下来，为的就是让他想起姐姐。另一边的许岩却与他不同，他故意穿着记者专用的马甲来到酒会，不一样的装扮瞬间不仅吸引到了蒋云，还有他的弟弟蒋亮也眼前一亮。许岩表示自己是外采太晚了，没来得及换衣服。这个马甲很方便，可以装很多东西，又防风防水。户外作业嘛，最害怕天气阴晴不定，设备一旦受到影响，就会前功尽弃。许岩的这副样子让蒋云想起了他以前的样子，看到对方很随和，便主动提出让他穿自己的礼服。小沈总真的很好福气，娶到你这么漂亮的妻子，工作能力又强，晚上还能陪着丈夫应酬，真的是贤内助。许岩听完后表示自己虽然嫁了一个好家庭，但更多的不想当一个贤内助，更想能够帮助丈夫。但蒋云早已识破了他的伪装，他开门见山地指出，许岩穿工作服现身，就是为了模仿自己以前当记者时候的装扮，用这种方式来博得他的好感。被戳破心思的许岩很是尴尬，但下一秒蒋云却说他成功了，因为刚才在他身上看到了曾经的自己。随后许岩拿出收集的蒋云以前采访的照片作为礼物送给他，这不禁让蒋云对他的好感加剧，他很喜欢这份礼物。出来后许岩借撩头发，对着沈浩明比了一个 OK 的手势，他瞬间明白成功了，于是他走过去，还主动帮许岩争取到了蒋云的专访。边走边聊吧。走吧。